control the thrill of it, thrill of it. Say that it's love, but to me it's looking counterfeit. 我们这次旅行开车3000多公里，如果在欧洲，这个距离甚至能穿过10个国家，加油加了2000多块钱，看到了城市里的魔幻共存，也好好的领略了一番美西的自然地貌，而且我还带上了我的好伙伴哈苏 X2D2。好，先看看我们的第一站洛圣都，不对，洛杉矶。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读取存档，到达了美国的洛杉矶。车停到了一个一次性付费25刀的一个停车场，然后我现在走到的地方是，熟悉吧？这个地方。圣莫妮卡可以说是 GTA 里面最经典的场景了，这同时也是66号公路的终点，在圣安地列斯和 GTA 5里面都有出现，只要玩过 GTA 应该都会对这个木桥有印象。这一次看的再不是1080p 超低清建模了，直接来看看超写实 16K 材质包。离谱的是，这个过山车已经在这座桥上面吹了30年的海风了，到今天依然排队。跑出来之后才发现后面有个大爷在那里播非常慷慨激昂的中文歌曲啊。中国 GTA， 这是哪儿呀？这还是国外吗？给我干哪儿来了？冷知识啊 ，GTA 5里面这个过山车是可以上去玩的，但是居然要钱。之前那一代的相机是没有连续对焦的，现在终于有了。哎，我们哈斯用户哪儿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太安全的样子啊？5奖竞猜一下，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呢？怎么样？现在认出来了吗？这个广场我可太熟了，都不知道当时为了帮他找回那些东西费了多大的功夫。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am talking about a hotline straight dial. 紧挨在这个旁边的建筑就是花园银行了。花园银行脚底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还原程度你们给几颗星呢？但是现实这里周围的治安状况啊，我都不用多说了，你们自己看吧。电梯里面一股骚味，当当，现在我就已经到了星光大道这边了，这里就是中国剧院啦。当我站在这前面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神奇，这个现实中的建筑把游戏里面还原的真好啊！两位已经率先进去里面蜜水冰茶，有中文简体耶。哦，别的先不说啊，哈斯这个机子屏幕是真的很好啊。OK， 我们回归一下正题，这个中国剧院，在游戏里面的话，我们买票的地方就在这个门进去的左边。Fellow moviegoers, no masturbating. 这个地方应该所有人都知道吧 Yeah, here comes Amos. Now Amos Moses was a Cajun. He lived by himself in the swamp. He hunted alligator for a living. It just knocked him in the 如果要在洛圣都找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那一定就是这个。这么看你可能没有看懂啊，那如果是这样子呢？
Davy。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叫格里菲斯天文台，可以看到它跟游戏里面是非常的还原了，一样的圆顶，一样的草坪，以及非常标志的一个方尖碑。而这一个建筑的主体其实是一个科学博物馆，里面呢有非常多的科学天文相关的展览，而我们在这个天文台上面也可以俯瞰到整一个洛圣都的美景。在游戏里面，后面的这一坨高高的建筑就像是几个空的建模放在这里一样。那现实中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时候，发现它真的就是这么刷在这里的。哇塞，这条街也太熟悉了吧！这里呢，就是游戏里面主角复出之后干第一票的地方。最核心的位置，这里呢是一家服装店，这里面的一件衣服可能5000到1万美金。哎，那在游戏里面主角抢的呢，就是这一家店，它现在是一家表店。看看这个我买不起的表。我们一起来开箱一下在美国的第一个民宿。我今天进来的时候，我都被这个厨房给震惊到了。这东西竟然是上个世纪从美剧里面才能看到的东西。首先这里有一个非常复古的冰箱，4个灶台，就国内就很少见这样子的配置吧。然后底下好像是那种燃气的烤箱，我去，真有火。然后它这个微波炉也很不一样，你看它上面直接通了一个管子出去的，有气风口的。哦，所以说它是帮这个抽风用的啊！不过这种一体化这么高的东西真的好用吗？当时我想的是，都出门旅游了，谁还自己做饭呢？结果是我想简单了。哦，别这样。这点东西花了我快30刀，破防了！我真的要自己做饭了。Day 2。去迪士尼居然还有一条专门的路。嗨，今天是我在美国的第2天，我们现在来到是哪里呢？洛杉矶的迪士尼。加州迪士尼是世界上第一个迪士尼公园。据说当时迪士尼先生觉得，在那些公园里面，孩子玩的时候，家长什么都玩不了，非常的无聊，所以他就想造一个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在里面快乐游玩的迪士尼公园。而现在这个就是当时的第1间迪士尼。消不活了。Air 用户又没电了，18%，直接挂机了，好吧？待会车就来接我们了。这个项目好像在19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看一下那个视频，再看一下现在，它真的有点魔幻，都已经过去60多年了。快问快答，这是什么角色？来星战补给点吃口外星饭。接下来要去这个星球大战抵抗组织崛起，据说是整个加州迪士尼最头牌的项目了。哎，这个排队的地方设计已经很讲究了。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抵抗军的某个基地里面，这边还有很多军械库。不过我现在只想看看这个箱子里面有没有医疗注射器啊。不过这个阿克巴商家做的是真的好丝滑，好逼真啊！果然呢，非常不妙的被帝国截获了。作文符号，我们的下一站是龙派。开了3个半小时车，我们总算到了我们今晚住的地方。它这个房子就跟集装箱一样，我们把这个行李铺开，基本上就已经占满了。我们没有 WiFi，跟彼此聊天吧。
笑死我了！这个房东为了不让你玩手机，真的操碎了心。他这里放了一堆书，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桌游，甚至还有一些远古 CD 啊。看有没有你们看过的。这里还有一个留言板呢，我给房东留了个言，这样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来这里就是为了看一下这里早上的景色。走，我带你们出门看一下。那这里就是我们房子的入口了，紧挨着这个国道，外面的车就这样子以时速60-70英里这么飞过去，真的有够吵的。回屋睡个回笼觉。晚安，马卡巴卡。哇塞！一觉起来下雪了，我的天！不是，你敢信我只是睡了3个小时回笼觉？早上我还在那里拍的日出，现在就已经不长这样了。Let me feel it. Let me feel it one more time. Yeah, I wanna feel it. I wanna feel it one more time. 我去，这边的司机这么猛，这么大的雪一点都不减速的。你们知道我今天要去哪里吗？我今天要去死亡谷，死亡谷说不定是我这一次旅程里面温度最高的一个目的地了。然后结果我现在要从一个下雪的地方去到一片10几20度的沙漠，这对吗？啊 Baby, I love that you're so goofy. 这我们车牌没 But you're 了。 only that way when it's just us two. And nobody else will get to see that side of you. OK， 我们在这里下车，现在去 Visitor Center 买个票。这个美国国家地理公园的收费有点太离谱了。你看哈，如果是本地居民，就可以买80块钱的这个全美国家公园年度通票。但如果说我们是游客过来玩的话呢，单次入园的门票是30，但是，你以为只是30吗？每个人还要交100块钱的人头费，也就是说我们3个人一辆车的话，那就是330块钱。反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比本地居民贵上个170美元的样子，收外国人税了说是。随着我们一路往前，这个路边这些草积雪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前面的山已经可以看得到了。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下来看一眼。哇！ Maybe I'm foolish, maybe I'm blind, thinking I can see through this and see what's behind. Got no way to prove it, so maybe I'm lying. 过完了冰雪路面，紧接着这是一片大雾，几乎把我们前面的路全挡住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路边的停车点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把车停在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小的观景台。我后面这里真的很像世纪的尽头，就感觉地图刷新到这里之后就不刷新了。We got to get over before we go undone. Hey country, you didn't say what you meant, you just changed. A brand new funky president. Stock market going up, jobs. 摄影师也太有感觉了，这居然是一个油站，这里还有一间餐厅。哇，这个餐厅里面大家都好 chill 啊！有没有懂行的小伙伴说一下，这个牛排煎的是什么水平啊？吃完饭继续上路，只开了一小段，前面的天气就豁然开朗，超级广袤的国家公园，这才完全映入眼帘。我们的车开着，就见到了一片这个沙漠，远远的看就感觉好像有人随手放在这里一样。快把你们想要写的东西打在公屏上，我来帮你们写，一个赞写一次啊！现在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沙漠里面很容易迷路了，因为根本没有参照物啊。
现在我们来的地方就是衡水营地啦。天哪，这个风也太大了！我去，这风对吗？这全都是盐呢，可以尝一口吗？哇，这还可以看到这个细节耶，你们看到了吗？怎么是长毛的呀？刚才我们在路边看到一条岔路，就直接拐进去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去！哇，这里是怎么形成的？这边就像个澡盆子一样，然后那个水还被风吹得哗哗往外面喷。而且你们看哦，一边的澡盆子它是装满水的，另外一边是空的，但是只有盐了。鉴定完毕，也是长毛的。在去日落机位的路上，这一小段路真的很像《赛车总动员》里面的落日飞车。You and I had tangled as these sheets. I'm alive, but I can barely breathe. With your arms around me, it feels like I'm drowning. If I reach for something I can't keep, how bad could 这里呢，就是死亡谷的黄金机位了。当这个阳光扫过这些山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仿佛不在地球上面，而是在某一颗待开发的系外行星啊！我给大家换一个 BGM， 这样子大家就能看懂了。来，在这里按 W 前进。OK， 看来了。继续启程了，去拉斯维加斯。嗨，猜猜我今天到哪里啦？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大球这里，我们今天准备来看绿野仙踪。据说它这个场馆满载可以达到18000人啊，这也太夸张了！它整个面积大概是5.4万平方米，相当于123个标准的 NBA 球场的大小，而且它还是16K 乘16K 的顶级分辨率。这个拉斯维加斯大圆球应该是全球目前最大的球形建筑了。接下来我就准备带大家进去一起看一看绿野仙踪。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整个场馆里面比较靠前排的位置。然后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可以在官网上面看到，它每一个座位的区域在定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像中间的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个 VIP 的位置，那个地方是会比较贵一点的。Does help. Dorothy, you're waking up. 泡水。OK， 我们已经结束观影出来了，那个效果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那个开场的时候，我不是说看到那里有几个音箱，我说待会儿开始播电影的时候，难道不会影响吗？结果在开场的一瞬间，它消失了。它怎么做到的？那个音箱居然是显示出来的，而且里面的很多4D 效果是做的非常非常棒的。就比如说刚刚有一段龙卷风的，还有那个苹果掉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我没有捡到苹果，有点可惜。
它的屏幕真的非常非常大，大到有点夸张了，就有一种 VR 的感觉了，甚至你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的时候会有点晕。如果你来拉斯维加斯的话，一定建议你来看一看这部电影，真的体验非常非常棒。哪怕是你观影结束了之后，你走到那个刚刚你入场的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它所有的装潢都变了，灯光，然后还有场景的布置，甚至还有额外的表演。如果你时间充足的话，你还可以在里面逛一逛，真是营造了一整个非常非常好的观影体验。看完拉斯维加斯大球的理念，我们赶紧冲过去机场。我们现在就已经到机场了，在停车场后面这里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飞机。虽然今天我们坐的不是这一种，我们坐的是直升飞机 No Weapon。 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搭乘的飞机了。飞行的过程中，咱们的机长很贴心的给我们放起了音乐，那么就随着音乐跟我一起来看看吧。现在我们已经下直升机了，这周围简直就像是另外一个星球。科罗拉多河经过600万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地形切割成了这个样子。当时啊，这片地方甚至是在海平面以下的。但这些岩石板块挤压，直接让这整一片平原海拔上升了几千米。然后这一条科罗拉多河慢慢的把这些岩石切开了。即使是现在，科罗拉多河依然在以大约每1000年下切15厘米的速度继续切割峡谷，真的很难想象。我站在这里一时间有点失语了，再次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返程的时候正好赶上日落，那我们就随着这暖暖的夕阳返回夜之城 Vegas 吧。我一定要跟你们讲的是，这个体验真的非常非常好。这个费用呢，每个人是2400人民币，但是飞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无敌。我们挑的是这个3点钟到6点半左右的一个航线，既可以看到下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日落的美景。如果你选择这个项目的话，强烈推荐你是这个时间段来的。白天看拉斯维加斯大球，看的是它的视觉效果和技术；晚上的大球才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浮夸。走在街上，坐在轻轨上，在摩天轮上，甚至远在山区里面的直升机上面都能看到远远的一个光弹。我去，这个1像素放大了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灯珠，这有点离谱了吧？哎，它这个 HDR 效果实在太亮了，我现在脸都亮了。你看，走在街上的每时每刻都能看到无数发着光的招牌、广告牌、建筑，还有金碧辉煌的大楼。别说，连酒店的 logo 都得是闪着光的。跟洛杉矶非常不一样，拉斯维加斯为了吸引全球各地的有钱人过来玩，整了非常多的安保来保证安全，路边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安保人员。
在那个停车场里面，我们看到了一辆没有关棚的车，这么放心的吗？有些酒店甚至拥有门前人行道的所有权，可以在自己拥有的人行道和物业范围内进行装饰。就比如说我们走过的这一条街，沿街全部都是音响，一路走过去，音乐都没有断过。活力大灣區，魅力新多州。家人们，我订到了一间神仙民宿，带你们来参观一下。在上面两边还有一排的可以坐的位置，这里还有一个小沙发，这一看就是需要经常打理的呀。然后最牛的地方来了，这有一个树屋，我带你们上去看一下。哦，这不小时候的梦想吗？从这边过来的话，就到了客厅。有钢琴，还有一个火炉。天哪，这个也太酷了！出去以后，这里是一个这么大的后院。这单车貌似看起来是可以给我们骑出去的。再带你们看下这边，这边就是厨房了。这里有一个真正的烤肉的吧台，后面还有卧室。卧室的话需要穿过客厅。这边，这开关是无极调节的，我去！白天啦，带你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园的外面多好看。这昨天看到的火炉，非常漂亮的沙发，还有秋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坪，还有桌子。左边这里就是昨天看到的树屋、吊床，再看这荡秋千，哇，这太爽了！前几天买的那个土豆拿出来看的时候，就跟 MC 里面那个毒土豆一样是绿的。然后还有这个番茄，这个番茄也是有裂纹的，感觉里面已经成液体了。哎，很像那个什么优哈的那个糖果，就是那个软皮的那个软糖，太离谱了。你看在这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这真的是一个可以用的黑胶机。噔噔。有点阴啊！我这个计划还是赶不上天气的变化呀。我们本来是要去这个最出名的将军树这里，这一块因为积雪已经完完全全封路了，所以说我们完全进不去。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备选的，叫做优美圣地国家公园，它的海拔比较低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190号公路这边进去。这里面有条瀑布，据说太阳照到上面的话会变成火一样的颜色，这是火瀑布。希望一切都顺利。哇塞！我们开高速开着，看到旁边有一大片超级漂亮的草原。你们看，对面那个山真的像海一样在流动。我们重新出发。现在的温度呢，大概是15摄氏度。我们就拐了一个弯，现在这外面已经是人气雪的路面了。哇哦！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地方下车，这是一个观景点，这太好看了，真的不负它这个优胜美地的名字。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居然还有一座教堂。有一说一啊，阿苏应该是我用过的这些相机里面，在雪地的白体城是最靠谱的一个了。
这种盛况，我以为只有在国内才能看见，没想到在国外也有，全是法师。那就是这山顶的这一点点水。在离开美国之前，我们在旧金山又待了几天。有人说这是全美国交通状况最地狱的城市。满街不同语言的招牌、起伏的街景和2座巨型大桥，共同构成了我对旧金山的印象。现在把车停在金门大桥这边，然后这个停车场旁边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告示牌，说让我们小心砸窗，就不能管一管吗？11天的放松过后，我又回到了深圳。不知道为什么啊，每一次长途旅游回来，总是长舒一口气。走在熟悉的街上，车里面放心的放着行李和书包，走到路边去吃口10几块钱的汤面，哇，太爽了！